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下礼拜嘅客家新闻插枝，我是许丽玲。先前内政部提出总政路改名议题，引起正反两片的议论。2017年促进转型正义条例施行，也就是当前储备讲出有人有违宪迫害的事实，故所中央就加强来推动转型进步，包含两种文化延期，还有总政经验同转型。两位各件事做嚟讲呢，都有总政路。嘅一条路，爱同名嘅改革新的模，未引起议论。事实上，政府推动转型正义多件，总政路嘅量呢，其实冇减少，点都增加嘅。所来咁样嘅违宪转运咯，来看外头嘅尘土报道。有变多了。对，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民国93年的时候，那时候没那么多。停顿讨厌太海区福安里里庄喜欢中嘅玉铺来到慈湖纪念雕塑公园，看到係對長頭灣來嘅假白錯將工同鄉，有起頓的、錯頓的，還有掉係起頓買嘅。經過風采日雜，還係對來啲嘅遊客小民嘅。當初來講也算一個創意啦，因為其實沒有這種事情嘛，就好像隨便聊天講的，有的是在罵嘛，有的在說好話的都有啦。睇下見面對將工同鄉越見越增加做見關嘅，甚至佢落幹其他做嚟促進觀光。唔過，記得拍攝恐怖受難者感染嘅陸康人，看到一個情景，又有乜嘅想法呢？蒋介石的斷頭丟在那邊，我去看了，我還拿個保特瓶蟲敲他的頭，敲一下，因為我的案子是被他害的嘛，我又沒有罵他，他說我罵他，我就被抓來關了。紅旗被潑在前總統蔣中正的桃園慈湖林景，還有人將油漆桶丟在上面。28號上午，有18位獨派青年帶着紅旗到慈湖林景，一邊潑漆一邊高喊口號。按當年本人看作違憲象徵嘅兩種文化延期，還有兩種態數順飛嘅議題引起爭議。除了民眾關結通嘅陳情，還有係睇結婚天堂關敏感嘅議題。蒋황良女士还在世的时候，曾经致函本部啦，表达这个宜林安凤五指山国军4万公墓的一个意愿。所以，如果能够采取蒋황良女士的这个遗愿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可能是一个根本的解决之道。你那个是落後資訊。我記指斷日嘅素材，咁拍攝用皇帝用嘅陵寢安名。今年5月嘅結婚鋪公布修正相關管理要點。用氧氣供熱嘅素材，間約定修正咗入樣，嗰個san體陵寢也兩雜事，用中性嘅詞減少違憲崇拜。唔過鏡頭來到台北，也特別係有另外一個艱難剔透嘅問題。2022年促轉會嘅報告就清楚寫出，中正紀念堂就係最有指標性嘅違憲象徵，還個提出反向違憲公園轉型方案，拆脫同體跟同體嘅外觀跟功能愛改變一條工作項目。其實沒有那個所謂時間表的存在，也不是說你有一個計劃去修正。有非常多的工作都是後面才慢慢的開始啊，跟其他國家在做所謂的轉型正義上面是有這樣的一個不一樣。你始終知道你的目標在哪裡，但怎麼走到這個目標，你要無所不用其極，邊走邊想辦法。促轉會2022年推崇過後，推動中正紀念堂轉型任務交本文化部。韓國文化部決定先將原先層面嘅人權上實證一條，希望跟大家向下分享台灣對違憲影響民主嘅過程。不過大拍講轉型路後進展無從安順安好。空間的轉換，大家遇到了相對比較多的困難。對於這個人權價值都能夠肯認。
才有可能超越这样的一个分裂跟对立。在社会稳定的情况下，持续推进转型正义，也的确在这里，它的进展的速度大概一直没有符合文化部自己的期待。各界意見無相同，威權轉型嘅任務韓國困難。不過，嘛有官民合作，產貼威權統治歷史分值嘅利益。從喺2016年，高雄市政府跟民農見面達成共識，成功跟民農指標性嘅景點，總政府改名做民農府。內政部嘛喺今前公布，要跟地方政府溝通中正路改名。中正路一條全台灣最接看到的路名，差唔多各縣市攏有一條。記者根據內政部數據統計發現，到2014年全界就有319條。再個看下中正路名數量變化，2017年促進轉型正義條例施行過後，到今台南跟台中各減少1條跟3條。韓國桃園、新竹、苗栗也有幾個縣市中正路嘅數量攏有增加。其中雲林跟花蓮增加4條最多，總共全台灣28年中正路冇減少，點到增加嘅10條。霸凌進行式怎麼說呢？我走到哪裡 ，everywhere 都是中正路、中正紀念堂，這個對我來講就是一種霸凌。改路名不是一件小事，攸關生活各個面向，可能不只是所有交通的站名要改，大家的所有的個資上面的住址都要改。鋪路景點的換名跟改名係地方自治的權責，各地改變威權象徵嘅淨土跟做法嘛冇相同。實際觀察發現，係講冇改變中正路名，可能還會擴大中正嘅影響力。比如講，一條順路中正路起嘅桃園捷運綠線，韓當年起嘅桃園捷運綠線之前公布主線段17個查貼嘅名嘅，其中就有4站係用中正來換名。以前取很多名字，我覺得是可以理解。那如果是新的話，也許可以用一些比較新的，畢竟大家現在都在說要創新嘛。可能在地人會更熟悉哪一站到哪一站的位置。他畢竟曾經就是自己過台灣一段時間嘛，對，我覺得應該還好。那畢竟是歷史一部分。沒有經歷這一段的，你會覺得啊，你是在創啥？啊，迄都干那一條路呢，有什麼關係？當你了解了我們這樣的背景以後，是不是就比較能夠理解為什麼我們會有這樣的情緒？所以我覺得了解歷史真相，不只是當事人或當事人的家屬，而是一種很重要的社會教育。跟其他是經過威權統治嘅國家來比，台灣推動轉型正義嘅工作較過困難，甚至嘛個難有共識。或者講，也最大嘅原因就係政黨。過去的威權統治的政黨，在民主體制下面啊，還是有在掌權嘛，哦。那像威權象徵的部分啊，你會發現很多政權輪替啊，第一個要做就是把那些東西推掉。民主化國家為什麼還有像中正紀念堂對於一個威權獨裁者的一個崇仰還在？這個也凸顯了我們的社會就政治民主化來講，其實是不夠徹底的。轉型正義不時成為結會攻防的焦點，6拍兩黨都有立委表示支持推動。不過記者詢問家嘅國民黨立委嘅看法，都唔接受訪問，唔肯講。你如果暫不移除的話，你就要把真相公布嘛，你好好做好正確的歷史詮釋嘛。好，當年的時空背景下，我們這個台灣發生了什麼事情？而另外一個就是移除，或是不要再納到利用台灣人民的納稅錢，好來管理，好或是來維持。大型的威權的一些遺跡，還有一些象徵，先去除掉。那至少在轉型正義的路上，我們可以先把跟民眾不會直接影響到的一些麻煩來做處理。
才价纪念堂。政府、政党都沙飞，都见提违宪是4個人底行起夢想圖，行過未來怎樣改變違憲，或者建議先莫講政治跟法律，對行二胎嘅家庭嘅學校教育做起始，莫下就係相對下嘅關係，建立民主公民意識，那唔會複製違憲。